我和妻子曾是商界强强联合的模范夫妻，10年婚姻，我一直以为那是爱情，直到他的小情人瞒着他闯进我的办公室，这个幻觉才彻底破碎。那年轻男人的傲慢令人窒息，克莱尔迟早会为了我，把你这种老东西一脚踢开。我毫不在意。事实上，我立刻转身告诉妻子我要离婚，并把他赶出了公司。他瞬间慌了神，逼着他的小情人跪在我面前，祈求我的原谅。你既没颜值又没才华，凭什么霸占克莱尔10年？克莱尔说了，他要把水边别墅送给我。他知道你一直想要那套房子，可还是给了我。他迟早会为了我，甩了你这个老东西。利奥俯身撑在我光洁的红木办公桌上，居高临下地看着我，眼神里满是轻蔑。他口中的克莱尔·桑顿是我结婚10年的妻子。就在几天前，一个朋友曾旁敲侧击地提醒我，克莱尔和公司新来的一个员工走得很近，要不要我帮你处理掉他？他递过来一个装满照片的文件夹。照片里，克莱尔和利奥并没有过分亲密的举动，最实锤的一张是下雨天利奥为他撑伞时，手搭在他的腰上。我扫了一眼照片，既没接受也没拒绝朋友的提议。10年夫妻，我不想用这么龌龊的手段解决问题。于是我给了他3天时间，3天内和利奥断绝关系，我可以当作什么都没发生。他毫不犹豫地答应了，声音里满是愧疚，对不起，让你担心了，都是我的错。可现在，他的情人竟然跑到我的办公室，如此嚣张地耀武扬威。水边别墅是顶级豪宅，私密性极强，是藏污纳垢的绝佳场所。克莱尔是打算长期包养这个情人吗？看着利奥，一股厌恶感涌上心头，我当即做了决定。我拿起手机给克莱尔打电话，让他立刻来我的办公室。利奥难以置信地看着我，随即大笑起来。你以为克莱尔是谁？召之即来，挥之即去的流浪狗。你叫他过来，只会让他更鄙视你。我没理会他，从抽屉里拿出一支烟点燃。利奥夸张地咳嗽起来，竟然还敢伸手来抢我的烟，我受不了烟味，赶紧掐了。他的手刚伸过来，我就弹了弹烟头，滚烫的烟灰正好落在他的胳膊上。他疼得尖叫着后退，像看疯子一样看着我，你这个混蛋，竟然烫我！他扑上来想打我，我空着的手一把将他按倒在地。20年的专业格斗训练，对付他这种花架子绰绰有余。他在地上嚎叫时，办公室的门被推开了。利奥眼睛一亮，挣扎着爬起来抱住克莱尔的腿，哭诉道：克莱尔，你可算来了！朱利安用烟头烫我，还动手打我。克莱尔皱起眉头，这是他烦躁时的标志性表情。他看向我，眼神里既有愧疚又有愤怒，仿佛在怪我当众对他的小宠物动手，让他丢了面子。朱利安，他是我的员工，你不能随便。别，我打断他，声音冰冷，你没资格教训我。没有你给的通行证，他根本过不了安保。克莱尔，这些年我是不是对你太好了？我们在一起这么久，我从未对他大声说过话。就算他犯了错，也是我冷静地帮他收拾烂摊子，更从未这样当众羞辱过他。这简单的一句话，让他的眼里闪过羞耻和怒火。你太过分了！利奥见他生气，立刻煽风点火。就是啊，克莱尔，他根本不尊重你，不然绝不会说这种话。他以为这样能激起他对我的愤怒，可他没想到，克莱尔猛地甩开他的手，厉声呵斥道：谁给你说话的资格？语气里满是轻蔑，你算什么东西，也配教训我？我并不意外，结婚10年，没人比我更了解克莱尔。他可以娇惯利奥，像宠物一样纵容他，但绝不会让他危及自己的利益。我们的婚姻既是爱情，更是商业联姻，一旦破裂，对我们俩来说都是灭顶之灾。说到底，克莱尔真正爱的人只有他自己。他现在对我的愤怒，纯粹是因为我让他丢了面子，就像没问主人就踢了人家的狗。香烟燃到了过滤嘴，我把它摁灭在烟灰缸里。我给了你3天时间处理它，
我语气平淡，你没做到。克莱尔往前走了几步，声音软了下来，我错了还不行吗？你要是不喜欢他，我把他赶走就是了，何必跟他一般见识？他回头瞪了利奥一眼，语气变冷，你给肖先生道歉。利奥看看他，又看看我，漂亮的眼睛里蓄满了泪水。快点！克莱尔没了耐心，再次催促。他用手背擦了擦眼睛，声音里满是怨恨，对不起。克莱尔终于笑了，轻轻摇了摇我的胳膊，你看，他都道歉了，这事就翻篇吧。你要是还气不过，也可以找别的女人，我们各玩各的。他在保护利奥，试图大事化小。可我眼里容不得沙子。我之前给他机会，是因为还对他有感情，而且严格来说，他并没有越界，调情是一回事，出轨是另一回事。但现在，我已经下定决心。我抽回胳膊，语气里满是厌恶，各玩各的。你也配？克莱尔愣住了，表情瞬间凝固。朱利安，我承认你比我有能力，但我也不是好欺负的。公司近一半的业务都是我在打理，我给你台阶下，你就该顺着下。我们都是成年人，都知道一夫一妻制就是个谎言。我现在有钱有地位，想找什么样的男人没有？你这种态度只会害了公司。他的声音越来越尖锐，最后冷笑一声，再说了，离婚对你有什么好处？我劝你别得寸进尺。我在椅子上转了个身，叹了口气。我当初爱上克莱尔，就是因为他那份强烈的自信和勇气，我欣赏他的骄傲和才华。可他不懂，现在的公司规模早已超出了他的能力范围。你还是不明白，我说我不能容忍背叛。我顿了顿，声音低沉下来，不管我曾经多爱你，我都不会要一个和这种垃圾厮混、自甘堕落的妻子。克莱尔攥紧拳头，脸因愤怒而涨得通红。你说我自甘堕落？他揪住我的衣领，指节发白。我平静地从利奥身上移开目光，重新看向他，嘴角勾起一抹嘲讽的笑。你愿意和他这种人渣为伍，那你又是什么？克莱尔，我懒得跟你废话。我的律师明天会把离婚协议送到你桌上，我们完了。他的嘴唇颤抖着，抓着我衣领的手松了下来。他踉跄着后退，难以置信地重复着我的话，你要跟我离婚？我不接受。我冷冷地看了他一眼，已经晚了。你以为你还有选择吗？我还有会议要开，没必要让这场闹剧影响整个公司。我站起身，朝门口走去。克莱尔想跟上来，却被利奥拉住了胳膊。克莱尔，你现在追上去，他只会觉得你离不开他。他低声说，你这么优秀，想要什么男人没有？那个老傻瓜根本不懂珍惜你。再说了，你是最大股东，直接把他开除，你就是唯一的老板了。他的话竟然真的让他停住了脚步。我头也不回地走进会议室，开始了会议。晚上10点，我才回到家。手机一直在响，是克莱尔打来的，我没接。他打了一次又一次，最后我还是接了。朱利安，快来接我。他的声音含糊不清，满是酒气，背景里是震耳欲聋的电子音乐。我第一反应是挂电话，但我们在法律上还是夫妻，他要是出了什么事，最后还是我的麻烦。我抓起钥匙，开车去了那家酒吧。一踏进包厢，一桶水就朝我头上泼来。我躲闪不及，衬衫全湿透了。金属桶哐当一声掉在地上，滚到了克莱尔脚边。他瘫在利奥身上，胳膊搂着他的脖子，眼神里满是挑衅。朱利安，我以为你要跟我离婚呢，怎么我一打电话你就来了？他嘲讽道，伟大的朱利安，跟条甩不掉的流浪狗一样可悲。利奥狂笑起来，不是流浪狗，是落汤鸡。哈哈哈！我深吸一口气，努力维持最后一丝理智。我转身想走，利奥却从沙发上跳起来，抓住我的胳膊。我让你走了吗？他恶狠狠地说，你今天打了我，现在该算账了。他的拳头朝我挥来，我侧身躲开，把他摔在地上。这一次我没手下留情，他重重地摔在地上，鼻血立刻流了下来。克莱尔尖叫起来，朱利安，你敢再打他？
你想被赶出公司吗？他抬手想打我，我抓住他的手腕，一把甩开。我不知道利奥给他灌了什么迷魂汤，但显然起作用了。利奥挣扎着爬起来，别装得那么高尚了。他啐了一口，你赶来这里，不过是怕丢了工作。克莱尔一句话，你就得卷铺盖滚蛋。我的助理送来一件干净衬衫，我整理了一下凌乱的衣领。他们这种幼稚的挑衅实在可笑。那就试试，我说。第二天到公司，所有人都用异样的眼光看着我。我平静地走向自己的办公室，却发现所有东西都被堆在了门外。利奥正懒洋洋地躺在我的椅子上，脚翘在办公桌上。看到我，他吹了声口哨，你被开除了。这时我才注意到克莱尔发的全公司邮件，邮件里宣布解雇我，同时任命利奥为新任 CEO。我想起他昨晚的威胁，差点笑出声。这些年，我一直隐于幕后，默默打造着这个商业帝国，却把所有功劳都给了他。我为他铺好了成为女强人的道路，为了避免别人说他是靠不正当关系上位，我从未让任何人知道我在公司里的实际作用。只有少数几个大股东知道真正掌控公司的人是谁。克莱尔一出现，那些大股东就围了上去。克莱尔，你不能解雇朱利安，他是公司的核心，是我们的基石。没错，没有他，就没有公司的今天。克莱尔冷笑一声，那又怎样？这里我说了算，我的决定不容置疑。谁要是有意见，也可以一起滚。他以为他的威胁能让大家闭嘴，却忘了这些都是久经商场的老江湖，没那么容易被吓住。公司是朱利安白手起家创办的，要走也是你走。谁在真正做事，谁在混日子，我们都清楚。你以为股份就代表一切？朱利安为了你，为了公司呕心沥血，你却为了一个小情人把他赶走。我们会撤资，支持朱利安。大股东们言辞犀利，毫不留情地指责他。他本应该愤怒，可却犹豫了。这么多人站在我这边，他真的能赢吗？但利奥已经等不及了。克莱尔，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，他怂恿道，把这些老顽固都赶走，公司就是你的了。你会成为无可争议的女王，所有利润都是我们的。